大家好，欢迎回到人我行天下。今天咱们不聊风景，来聊聊西班牙的历史。和上次的希腊历史视频一样，主要目的是科普，大家去西班牙玩的时候有个参考，更有意思一点。西班牙的历史和文明，简单说，其实就是一锅大杂烩的海鲜饭。从最早的伊比利亚人、腓尼基人、希腊人，再到罗马人、西哥特人和摩尔人，无数不同文明文化相爱相杀，最终形成了今天的西班牙。先来看看这个时间轴，有文字记录的伊比利亚半岛历史，大概是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的。不过在这之前，半岛上就已经有人居住了。从挖出来的各种文物看，主要有两种人群，一群人是原住民，叫伊比利亚人，住在南部和东南沿海。具体从啥时候开始，伊比利亚人就在这块地方生活，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反正是很早，可能公元前3000年，就是5000多年前就有了。伊比利亚人文化程度不低的，看看这个埃尔切夫人像，石灰石做的，从埃尔切这个地方出土的，雕塑水平已经相当可以了。另外还有一拨人是凯尔特人，住在北边和中间，他们比伊比利亚人晚些，是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从中欧通过法国流窜过来的。那你说这些凯尔特人和爱尔兰的凯尔特人有关系吗？有，原先都是住在中欧的，后来分别跑到英国、爱尔兰、法国、西班牙这些地方的。伊比利亚人和凯尔特人在伊比利亚半岛很长时间相安无事，毕竟那么大的地方，当年总共也没几个人儿。大约从公元前1000年开始，就有外面的人开始摸索着到了伊比利亚半岛了。先是当年地中海的一霸腓尼基人，从现在的黎巴嫩附近，沿着地中海在北非和南欧慢慢向西扩张，最后摸到了伊比利亚半岛，碰上了靠海的伊比利亚人，就做起生意来了。现在的海滨明珠马拉加、卡迪斯，都是那时候腓尼基人开始搞的根据地。希腊人也是在差不多时间开始到了伊比利亚半岛的，还有后来和腓尼基人一脉相承的北非迦太基人，也都和伊比利亚人打过很多交道。这些腓尼基人、希腊人、迦太基人是来做生意的，主要不是要抢地盘，搞几个港口也不占太大地方，所以大家你好我好，和平共处了好几百年。但是后来罗马帝国崛起，事情就不一样了。先是迦太基和新势力罗马争霸地中海，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输掉了西西里岛，所以迦太基派大将哈米尔卡跑到伊比利亚半岛发展，占了半岛东南部一大块地方，改名新迦太基，要和罗马死磕到底。后来哈米尔卡的长子神功盖世的汉尼拔，第二次布匿战争又功亏一篑，迦太基直接被罗马废了武功，罗马人也就顺水推舟接管了伊比利亚半岛。其实被罗马征服也不是坏事，毕竟罗马文明还是很先进的。很快，半岛上原来的凯尔特人和伊比利亚人也就罗马化了。罗马人在伊比利亚半岛大兴土木，道路、桥梁、水渠和剧场，就是当年的基建狂魔。比如塞戈维亚的罗马水渠就是当时修建的，到现在还矗立不倒，非常震撼。科尔多瓦的罗马桥也是留存着2000多年前的样子。罗马对西班牙的影响太大了，西班牙的这个名字也是罗马人起的，他们把这块地方叫 Hispania，就是后来的 Espania，西班牙。罗马人还把自己的拉丁语带到了伊比利亚半岛，要不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咋这么像呢？还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基督教，罗马人开始信的是一大堆大神的多神教，野蛮生长的基督教开始在罗马帝国是被打压的。但是基督教吸引力太大，罗马人慢慢控制不了了，后来干脆就接受了。到了公元4世纪，基督教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整个伊比利亚半岛也就信了基督了。后来西班牙一直是铁杆天主教，打压新教的。就这样，到了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渐渐日薄西山，从东欧流窜过来的哥特人的一支西哥特人，在欧洲到处找地方住。开始他们在现在的法国南边找了块地方，建了西哥特王国。
后来打不过法兰克人，只好趁着西罗马帝国没落，抢了伊比利亚半岛。到了公元585年，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就都是西哥特人的了。不过这个时候，西哥特人经过了200多年和罗马人的融合，已经不是当年的蛮族了，早就罗马化了，成了文明人了。589年，西哥特国王雷卡雷德在首都托莱多皈依了天主教，更是成了正统了。这段时间里，拜占庭帝国，也就是东罗马帝国，曾经试过把这块原来罗马帝国的地盘抢回来。从公元552年到624年，70多年间，拜占庭一度占了半岛东南沿海一大块地方，但是后来还是守不住，又吐回去了。转眼到了公元8世纪，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已经疯狂发展了100年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帝国倭玛雅王朝，就是咱们说的白衣大食，也扩展到了中东、北非和印度河流域，成了当时世界上最牛的帝国之一。公元711年，穆斯林军队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开始了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征服。穆斯林大军势如破竹，很快就攻下了半岛7、8成的领土，把这里变成了白衣大食的一个行省，叫安达鲁斯。所以现在西班牙南部的那个大区叫安达卢西亚。当时在半岛上的穆斯林有倭玛雅王朝的上层阿拉伯人，有北非土著博柏尔人，还有其他从北非和中东过来的各色穆斯林，后来被统称摩尔人。地盘被抢了，那些打不过穆斯林的基督徒们没办法，只好退守到半岛北部山区的一小片土地打游击。不过就是靠这一点点星星之火，后来燎了原。伊比利亚的穆斯林政权历经了好几代，近800年。先是白衣大食的一个省，后来一个叫阿拔斯的造反，在阿拉伯老家把倭玛雅皇室灭了族，建立阿拔斯王朝，就是黑衣大食。结果灭门的时候跑了一个王孙，到西班牙这里续了个后倭玛雅王朝，建立了科尔多瓦哈里发国，搞得有声有色，是摩尔人统治的鼎盛时期。后倭玛雅王朝1031年崩溃，碎成了一堆叫泰法的小国。到了1090年，北非又过来一个穆拉比特王朝，重新统一了穆斯林们。后来这个穆拉比特王朝又被穆瓦希德王朝取代，搞了100多年。反正地盘是越来越小，最后是日薄西山的奈斯尔王朝，靠着超高情商的外交手段，偏安在东南格拉纳达一带200多年。所以现在去西班牙玩，在南部的科尔多瓦、格拉纳达这些当年的摩尔人重镇，都能看到很多基督教和穆斯林风格混搭的宫殿和四不像的教堂、清真寺，很有看头。感觉这段时间有点像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南朝就是各种摩尔人政权，北朝就是当时没有消灭干净的基督徒的几个王国，包括阿斯图里亚斯，就是后来的莱昂、纳瓦拉、阿拉贡、卡斯蒂利亚，还有后来的葡萄牙等等。这些王国一直都在和南朝穆斯林们对抗，前前后后搞了有快800年。这几个北朝王国之间也是分分合合、打打杀杀，有时候自己人打起来还叫上南朝的穆斯林帮帮忙。这段时间在历史上称作基督徒的收复失地运动时期，打打杀杀之间，北朝的基督徒渐渐占了上风，摩尔人节节败退，最后就剩下奈斯尔王朝的格拉纳达酋长国了。1469年，18岁的卡斯蒂利亚御姐伊莎贝尔亲自拍板和自己的堂弟17岁的阿拉贡王子费尔南多结了婚。5年以后，伊莎贝尔继位卡斯蒂利亚，10年以后，费尔南多继位阿拉贡，夫妻俩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天主教双王，双剑合璧，天下无敌。这时候，除了西边的葡萄牙以外，西班牙的北朝基本整合完毕。1492年，双王攻陷格拉纳达，奈斯尔王朝末代国王穆罕默德12世献出阿尔汉布拉宫出降，穆斯林摩尔人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结束。这里插几句，讲一下巴塞罗那那一带，这个叫加泰罗尼亚的地方。这里因为离穆斯林比较远，没有太掺和打南朝的事情。历史上，加泰罗尼亚很长时间都是个独立的地盘。
就算在阿拉贡王国里也是个自治区。这里和西班牙的主流卡斯蒂利亚离得太远，没啥共鸣。倒是挨着法国，历史上也被法国占过，文化语言受法国影响还多些。所以加泰罗尼亚就觉得待在西班牙挺别扭，再加上离欧洲大陆最近，又靠海，一直日子都挺富裕，所以总是想独立出去，和穷亲戚们分家。西班牙后来的故事，大家可能就稍微熟悉一些了。灭了格拉纳达的同一年，双王在种子轮投资了哥伦布去找印度，结果误打误撞发现了一大片美洲大地，回报惊人。当年西班牙除了本土伊比利亚半岛，还有美洲大陆大片地盘，菲律宾、古巴和几大洋里无数的战略小岛，如日中天，是当时真正的日不落帝国。双王的女儿胡安娜嫁给了哈布斯堡家族，他儿子就是有名的神圣罗马帝国查理五世，也就是西班牙的卡洛斯一世，就是那个在阿尔汉布拉宫里建了个没用的查理五世宫的主。1516年，查理五世继位，开启哈布斯堡家族执掌西班牙的历史。不过俗话说得好，富不过三代，西班牙帝国也不例外。到了17世纪，西班牙慢慢走下巅峰。1668年，西班牙照了80多年的小弟葡萄牙，在英法等国的撺掇下造反，重新独立。17世纪初，哈布斯堡家族的卡洛斯二世绝嗣，西班牙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里又输了，丢了大片的意大利领土和直布罗陀。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另一个结果就是西班牙的王位过渡到了法国的波旁王朝，因为继位的是卡洛斯二世的姐姐的外孙，也是太阳王路易14的孙子，安茹公爵菲利普，继位后的西班牙菲利佩五世。波旁王朝在西班牙没有赶上好时候，一直走的都是下坡路。波旁王朝在西班牙一通操作，改革了不少东西，结果搞得殖民地怨声载道。后来法国大革命、欧洲大乱，拿破仑趁机掌权，还占了西班牙好几年。大乱之后，西班牙国力虚空，然后就是19世纪西班牙殖民地纷纷独立，日不落帝国崩溃。这之后的西班牙存在感就差很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没赶上。到了1931年，西班牙跟着国际风潮，君主退位，搞起了共和国。不过很快，德国和意大利支持的反对派弗朗哥就造反了，解散了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弗朗哥独裁统治西班牙，从1936年一直到197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西班牙也是中立，不过背地里偷偷帮了轴心国德国、意大利不少忙。1975年，弗朗哥去世，西班牙又搞起了君主立宪，波旁王朝的王孙胡安·卡洛斯一世被找回来继位，一直到2014年，胡安·卡洛斯退位，传位给了儿子，就是现在一家颜值爆表的费利佩六世。好了，今天的西班牙历史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多谢大家观看。喜欢的话，请点赞、订阅、评论、转发。